其实啊，电影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那之前我跟山里老师录了一个《萨满》这个电影，因为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这个电影。但是我发现，为什么讲到电影有一个人不想来录呢？因为就是他非常不喜欢的洛师傅鸡，对不对？对，不喜欢。好，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反方的意见，看看他对于萨满有什么意见。好，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然后我们在每个礼拜三节目首播完之后，礼拜四会上架 Podcast， 解封吧耳朵，也请大家不要错过了。好，那洛师傅不喜欢的原因，我们等一下再说。但是按照惯例，我们一定要先讲一下这个电影的星座嘛，对不对？我先说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是跟所谓信仰嘛，跟信仰有关，应该是射手座，对不对？信仰有关，但是其实，姐夫有抓到这个点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从他的萨满，然后跟他的里面讲的东西，我们大部分讲是灵媒，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灵体或存有，然后甚至有附身，然后也有我们的通灵或者是降神仪式，这些东西，其实降灵会，那或者是驱魔除灵这一部分，其实我就会觉得它反而比较跟双鱼座比较有关系。哦，所以洛师傅有不一样的看法。对，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会把信仰还有灵性这两件事扯在一起，因为大家会觉得我有一个信仰是为了我要提升我的身心灵，然后我要能够有一个心灵的依归，心灵能够安定。但其实如果就占星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信仰，你有没有信仰，跟你有没有灵性或你心灵的状态如何，其实那是两回事。所以说有信仰不一定有灵性咯。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就是嘴巴说一套，然后身体又做另外一套，或者是说他的心理又是另外一套的人，其实很多。那当然这有很多种可能啦，但是如果说在搭配上他是有信仰宗教，然后一边跟你讲说我们要夫妻一生一世，然后都不离不弃，神圣婚姻，结果自己在外面外遇偷吃，又有小三，又有私生女、私生子，这种事情其实也有。灵性选择跟你的信仰其实它是分立的，而且有时候他们如果互相打架的时候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其实就是跟我们电影里面演到的。的确电影里面它有一块非常的重要，是讲到信仰崩溃，或者说你的相信崩溃这件事情。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影子，它是一个关键没错，但是电影花了好多的篇幅是在刻画着魔，或者是说这个灵体在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能量，这也呼应到双鱼座海王星掌管的一个能量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讲到海王星它虚无缥缈，所以也就是说海王星它的能量是一种让人家觉得会容易跟恍惚或者是迷离或者是没有边际会有关系的，所以往往我们之前有提过，海王星双鱼座也跟什么麻醉药、安眠药、迷幻药、毒品会有关系，所以相对他对于这种通灵或者是这种虚无缥缈进入一种不是自己原本理性的这个存在的这种感官的这种状态，也是海王星掌管的。而且等一下，你是在暗指导演没有拍到米吸毒的状况？这样讲搞不好啊！你看他有去 pub 有没有？搞不好就是吃了什么丧尸摇头啊！之前新闻不是有讲，反正就是好像啃人之类的。对，在里面其实他有跟各式各样的男人发生关系，或者是发生一些状况，那也是跟双鱼座好像有点关系就是其实因为海王星这颗星它是很缥缈的，很没有边际的，所以相对来说它也是谁来都可以，谁来都可以的一个能量，因为它就是如雾一般，它很美好，但是它也就是没有任何边际，所以是来者不拒。所以包括在形体上面 ，OK，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男人来者不拒以外，他对于灵体也来者不拒，所以以至于他接纳了好多像大海一样接收了所有的
所有的灵体，而且不分好坏，从天真的小朋友到畜生，到植物，甚至到充满邪念的人，或者是邪念的神之类的。所以其实海王星它可以极好，也可以极坏，这也是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只是它的那个两极性跟天蝎的两极性又有一点不一样。关于电影星座这一块，直接被那个骆师傅给说服。我萨满的这个星座能量是双鱼座比较多，对，因为它是跟性灵有关的电影。对，灵性性灵好了，也可以啦，也可以跟性灵好啦，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可以啊。对，那到底正确是什么？没有啦，都可以，其实都可以，都有人说。只是我想到一个天蝎座，然后要讲灵性，然后开口变性灵，觉得很有趣。灵性好，OK， 灵性就是看到把哪个东西摆在前面，就知道就是他自我揭露的程度这样子。阿丽亚他讲那么多，我觉得丁丁跟张董应该觉得很烦，他们应该会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电影。我觉得基本上他最大的败笔就是他以纪录片的这个方式去呈现这个作品，最后大战你到底是哪一个记者已经被3-4只猛鬼拖了大概几公尺远之后，然后他们正在啃你的脚，你还不当下把他们打死，然后还要就是硬要去拿你的摄影机来拍你正在被啃的脚，而且后来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还不只是被啃脚，你可能是其实是肠穿开肠破肚。对啊，不是，这真的很夸张。这是要告诉大家说，人要忠于他的工作。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我看到这边我大笑。对不起，不是我的本性嗜血，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符合逻辑的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会让我就是觉得很无法接受，很出戏啦。假如这一段我们是使用 GoPro 架在那边，去实际的去记录上那一件事情的话。那可能就会真的变得很恐怖，可能就会恐怖许多。但是它也不能够说只是架在那边，然后镜头都不动，大家会觉得更无聊。因为前面大概有2/3的时间都是在营造这个那个敏被在中邪的过程的状况嘛。那一定到最后一定要有一个让大家刺激到的一个感觉啊。可是如果说你要刻画就是集体中邪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 GoPro 这是无不可能，因为其实像我会觉得，如果说同样在描写集体中邪的这个印象，会让我觉得比较毛骨悚然的，其实是双瞳里面他们在地下皇宫的时候，那群人集体中邪的那个状态，其实我会觉得他表现还比萨满最后这种让我很出戏的表现。我想这也是很多观众会觉得不合理或不好看或者是不喜欢的原因啦。对，那这个是电影可能在事前没有去思考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在前面，我觉得他在慢慢的中邪的那个部分，我会觉得是很恐怖的。OK， 好，可能因为我也是有看过类似这样子的个案，或者是这样真实的案例，然后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就还好，就是中邪就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不可否认的就是女主角啦，这个敏，她其实在慢慢的在中邪，然后以及就是最后中邪的一些肢体，我觉得她的肢体其实是有一点融入了就是日本能剧的那个肢体，我觉得还不错。然后以外，就是我觉得他其实也有刻画几个是跟我实际遇到的状况是基本上是很像的，就是例如说，就是他不是用那个摄影机在旁边侧录半夜的时候，然后他爬到了正在沙发上睡觉的妈妈的还是谁的身上，反正就是一个女人身上，他妈妈脸很近的看着他，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像，因为其实我遇过的几次经验，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些存友们他们好像视力不太好，都喜欢就是脸靠得很近来看你。因为这么恐怖的事情，你干嘛笑成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因为这回想起就是我以前亲身经验啊。不是因为这真的不恐怖啦，我觉得不恐怖，因为其实像我之前
遇到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学生时期，然后我是在那时候穷嘛，所以你就只能够租个大概1个月3-5千块，就是现在新闻可能会报的那种奇葩套房的那种状态。然后我那时候租的一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就是完全没有窗户，完全是没有阳光的，刚搬进去，然后就是你会想，怎么墙上贴了一张白纸？这白纸还不是符咒，什么都不是，也不是红包，也不是什么，就是白纸。那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个白纸这样？然后我就把它撕下来。那撕下来也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裂痕啊，什么黑手印啊、血迹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对，然后我想说 ，OK， 我就搬进去，那也好，那我就是睡午觉，然后睡到一半之后，你会觉得其实你是不能动。然后之后你打开眼睛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一张脸，就是贴着你非常的近，然后真的很近的近。我就想说，我靠，你竟然来压我，太夸张了，该不会是那张纸吧？然后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就是看到那种鬼片啊，什么里面讲说什么他最怕的就是什么男人的口水，也怕你骂脏话或者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一直骂他脏话，然后也没有用。我想说，好吧，那我吐口水。结果吐口水之后，口水就掉到我脸上。所以他走了吗？也没有，我后来又挣扎了一下，他才走。所以我就觉得实在是那个状态。当我看到就是电影里面抿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想说，他妈会不会吐口水？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但是这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是真的啦。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对，其实我会觉得。像鬼压床的经验，就我来讲，就是可能你的身体太累了。因为其实我会分辨这2种的差别，所以其实我会很清楚说，到底是我太累导致就是精神是醒着，肉体是睡着，那什么又是被？因为其实如果真的要这样讲，我甚至是遇过一个就是他甚至就是会跟我说话，然后说完话之后，你会感觉就是他往你靠近的地方，你渐渐的不能动。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我在挣扎，就是我绝对不要被完全压制住，所以我努力的去开灯。开灯的一瞬间，那个感觉就瞬间退掉，而且真的是用退掉这个字，很生动的一个用词。所以其实人家讲退价或什么的，我大概就可以想象说，退价大概就是那种感觉。那所以你住的那个房子，你因为被压了几次之后，你没有心生恐惧而退租吗？我跟你讲，那时候你穷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很勇敢，而且那时候后来又租了更厉害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那阵子，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容不容易中邪或容不容易遇到这件事，其实有时候somehow也会跟行运也会有关系，占星的行运。因为其实像你看像冥这种就是来者不拒或者是什么的，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可能就是他的海王星落入了9宫，然后冥本身12宫里面一定有行星，所以形成了克相。我们也很合理的可以推断说，因为在电影里面他有讲说你们那个先生这边之前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嘛。对。那其实我们前世或者是祖宗辈，其实如果有杀发业力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会有一些凶星其实会落在你的业力宫里面的。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凶星落在业力宫里面，再加上天上的行运，尤其像是海王星这种灵动之星进入到9宫的时候，它等于是跟你12宫里面的本命的这些凶星刑克。那一个是掌管我们刚刚讲的信仰一些仪式，另外一边又掌管了我们刚刚讲的灵性、灵界、前世业力，那其实它就会产生一个强蹦的一个90度克相，那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也就不意外了。有没有哪些星座可能必须要注意到？可能比较如果说你的上升在双子、巨蟹、狮子这3个星座，然后呢你的12宫里面有星星的话，其实就比较不会建议有这样子的格局，或者说这样落点的朋友，在这几年，甚至可能到这要查行李表，可能要2023以后都不建议去涉略太多什么催眠、通灵、观落阴，或者是说乩身之类的这些，其实它可能会对你造成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就是对，那你可能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是有兴趣的，也尽量就是在过了这几年以后再去接触也不迟。
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个的话，你可以找骆师傅来看看这样。好哦，欢迎，是不是？对呀、我要帮你打广告，你还在那边讲那么多。好，好了，对，那我们再来一个问题好了，就是说，骆师傅，你应该自己有了信仰吧？算是有啊。你有质疑过你的信仰吗？其实应该是说，我所有的信仰我都相信，只是我有没有偏好的。那但是当然就是像我说的，就是在神秘学跟玄学中间，我选择了玄学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其实我是在天王星的领域比在海王星多。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会以占星的方式去看所有的天体的状况或能量或是灵性问题。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神而是什么，而是一个星体的能量，或者是说这个能量给我的启发或者是什么。那当然宗教信仰也是有，但是它就会变得不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它会是我一个方向，但是我并不会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干嘛，我才能够得到神奇或天启。我也对神奇、天启或神秘能量、魔法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是很好，但是没有我也不会特别的要。你比较偏好就是天王星所掌管的玄学这部分。对啊，因为我相信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宗教它一定是劝人，它就是劝人向善，或者它一定有一个宗教它本身的宗旨跟意图。那除了这个宗旨跟意图，就是关系到我们所谓的灵性嘛。因为不管是你要讲的是博爱或慈悲，或者是喜舍，或者是说发扬光大一些价值观，那个一定就是所谓的灵性核心。灵性核心以外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多余的。就是包括就是说我要有灵感力，我要能够怎样，那个都是多余的。那如果你为了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而去信这个宗教的时候，你就有问题了。骆师傅，你怕鬼吗？我不怕。而且我跟你讲，遇到鬼你才要开心。我告诉你为什么？怎么说呢？再怎么样你都比他多一次机会，好不好？你死了再跟他拼一次啊！你2条命，他1条命而且你现在阳气重，你碰到他其实是会害怕的。那就像蛇看到人，其实蛇也会害怕。对啊，他其实是害怕，是你去逼他才咬你的对啊，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遇到其实你不需要特别的害怕，但是你不要去欺负人家。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互相和平共处在这个空间里面，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是不要互相影响，那影响到了就是保持距离，你自己要有那个觉知啦，不要再去觉得说我也是通灵大师，我很厉害，高人一等。我觉得这倒也是不必要。那你的意思是说什么驱魔啊？那个就表示说那个个案他已经受到困扰，那其实驱魔师去协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啊。你今天就像消防队要去驱蛇捕风吧，这是一样的事啊。对，但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接受到这样的个案过？我会开宗明义跟他讲说，其实我是一个咨商师，充其量也不过是疗愈师，其实我并不是法师或灵媒。所以我跟他讲说，我可以做的部分是借由咨商的部分，让你去理解一些事情。那但是如果说你的心智已经混沌到一个能量干扰到你没有办法去理解我说的话的时候，我就会引介一些相关的从业人员的朋友或者是前辈去处理这些事情。就我并不会自己去扛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我自己知道我不是走海王星的这个领域，那我把天王星的领域做好就好。你不是应该叫他去医院身心科吗？这个就像我们一开始在萨满里面他提到的嘛，如果你今天得癌症，我一定治不好，你有生病你就去医院，可是我可以解决的是什么？是这些能量对你造成的身体不好。那一开始其实人家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的状况是这些不同的存有对身体造成的影响，还是真正是身体的疾病嘛？其实我们都是要多方尝试才知道啊，对啊。那当然，如果你确定是身体的疾病，一定是要看医生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啊，在看这个电影里面啊，就是之后我忘了是谁问我啦，他是问我说，你敢不敢在你在睡觉的时候啊，就是装个摄影机去拍你睡觉的样子？我说不敢。
你是怕看到什么东西吗？我是怕看到我自己什么样。那你敢不敢？那你敢不敢？我不喜欢。哦，对，但是因为其实我是一直知道是有这些东西存在的，所以其实我不会害怕，但是我不喜欢。不是每个人心脏都够强大，因为其实有时候当你知道太多事情，然后你自己的信仰或者你自己的意志力又不够坚定或强大的时候，的确就是很容易造成我们节目刚开始讲到就这种信仰崩溃，或者是说身心崩溃、走火入魔的一个状态。即便你今天没有任何的信仰，但是就像姐夫讲的，如果说你今天在睡觉，然后拍你，然后拍出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你真的也会崩溃的。我真的会崩溃啊！是啊。而且那时候就是口水就掉在我脸上，我就觉得我自己怎么会这么蠢，就是我当下觉得我自己好蠢，然后但是还是被压着，你就觉得很尴尬，而且你被压着是你的肩膀以下，然后所以你的头还是可以转的这样子。我觉得袁小晨也可能觉得你很蠢。对啊，对啊。好，最后呢，我再问你啊，就在这个电影里面，它的一个宗旨呢，就是说万物皆有灵。对，你觉得吗？一定的吧，只是说，我觉得是啊，万物皆有灵，包括无生物的石头或者是镜子或什么的，因为你万物都可以有自己的星盘了，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灵魂？那灵魂其实它是一个能量的精微的一个表现嘛，那万物都会有它的能量，那所以万物皆有灵，我觉得我是认同的啊。哦，好吧，听完我自己的翻译啦，我自己的翻译就是说。到处都有鬼。你才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好哦，拜拜，好，拜拜。